大家好，等一下准时开始哈。先做个广告，大家晚安。已经开始了，装什么？大家好，我陈老师，欢迎大家今天参与我们的直播。刚才是我女儿，不要理她，她以为我还没开始。好，那我们今天直播，我今天回来了哈，我回到台湾来了哈。好，首先来给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这个什么消灾忏罪跟普渡的法会的报名啊，会在明天给各位宣布啊，因为老师今天把它做一个设计，让大家报名的时候啊，它很简单啊，不用再填消息之外，还有2张它这个法会怎么选择啊，我有做一些优化，而且各位的一些生肖啊，什么东西的，我会把它整合进去啊，所以说在未来点灯或其他法会的时候啊，你点一下适合就加了，不适合不会把你加，你不用选，好吧？这我帮你选，直接用那个算法把你算出来了，好吗？啊，这次去成都啊，真的让我感受颇多啊，因为太热了。这个晚上7点半了，太阳还是亮的。我他妈晚上出去吃晚餐了，就发现，哇操，怎么还是亮的？等我出门的时候，天黑了，出门已经晚上8点了。你说这个天气真的是吓死人，好吗？哦，那我们继续好，那个明天会公布我们的法会哈。那另外姓名学我们就公布，再更新到23集了哈，23集。事实上啊，它到30集，26集左右啊，差不多重点都讲完了，后面大概都是事例哈。为什么呢？因为姓名学这个东西啊，它需要的是实力，所以说呢，26集之前呢、大概就会把所有的该教的教完了。后面的东西是怎么样呢？就是跟各位去猜名字，还有怎么从名字里面看流年，你还有本命啊，这个东西就蛮快的。所以说啊，下周大概就可以更新完了我们的36集啊，没有问题。因为36集后面几集都是实证了啊，那个东西可以一直更新到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另外，如果你觉得我们的那个姓名学，如果你觉得声音比较小，你要跟老师讲一下哈，因为有些同学啊反映说，哎，这个声音比较偏小，那我听起来没有啊。各位如果觉得偏小，你要跟我讲好吗？好，那我们开始哈，各位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我们已经回到台湾了哈。好，首先呢，我们讲到第一个要件哈，第一个要件是很重要的。各位，你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一件事情啊，就是中国的这个月之暗面啊，这间公司啊，也就是 Moonshot 啊，那月之暗面这间公司啊，它做了什么呢？它做了就是说，他们推出一个 Kimi 3的一个全新的一个模型，就是说它这个模型啊，在海外的公开跑分啊，就是外面的第三方的人啊，去测试它这样子的一个跑出来的结果啊，其实跟目前世界上应该是最强的这个 Android Peg 它本身的 Fable 5啊，就是这神话5这个模型啊，几乎都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了。所以说啊，各位，你看到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啊，我们就知道啊，一定会有另外一家，他已经不甘寂寞，比如说就是 OpenAI，他已经不甘寂寞。所以我在想啊，他到底是会推出新的模型来去尬一下啊，那个 Kimi 3，还是会怎么样呢？那果不其然呢，它还是有新的新闻出来，包含什么呢？就包含了就是 OpenAI 它自己透露出来啊，它自己透露出来哦，说它的这个5.6 Soul 这个模型啊，他们在做安全性测试的时候，把这个他们5.6模型啊关在一个沙盒里面啊 ，sandbox 里面。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它在里面去做演算啊，它不会超出它自己的这个设计范围。然后呢，那个事件的新闻大家应该有看过，我这边稍微简述一下。就是呢，那为他们给他出的题目，然后那个 OpenAI 的5.6啊，受这个模型啊，他觉得这个答案呢必须到外部去找，然后自己的判断。所以说呢，他虽然被困到沙盒里面，但是呢，他会想办法找出一个出口，然后呢去外部去找资料。那这个出口是不是 OpenAI 他们那个 GPT 自己破解出来的吗？其实也不是哦，因为你要去观测它，你是不是有一个管道去观测？各位懂老师意思吗？你要观测这个模型怎么运作啊，你一定有外面一个管道去观测它，你不可能封起来然后等它结果出来嘛？没有，因为它一定会有外面的连线。所以说呢，那个窗口本来就是会有的。那么那个 OpenAI 只是透过 GPT 5.6啊，它只是透过这个窗口啊溜出去，溜到外部去，然后找到一个约大头公司，然后呢去他那边不断的去跟他的那个防御系统去破解，然后呢从它里面要找到答案。那被破解那间公司呢，后来呢他自己也没办法，因为
怎么样他都无法去抵御到那个GPT 5.6的攻击，他就觉得这莫名其妙，怎么防都防不住，怎么防都防不住啊！用了各种方法都防不住，你不可能用 GPT 去防嘛，因为自己防自己，它一定是会绕过去的。那么怎么样都不成，那后来怎么样呢？后来也是用中国的那个 GLM 的模型啊，花了几个小时时间呢，才把它的漏洞补起来啊。他用的是中国的模型，才把它的漏洞补起来，而且还原了整个攻击的经过。虽然这里面铺露两件事情呢，第一个就是 OpenAI 它可能太急了啊，急了让别人知道说，你看我的 AI 强到什么，强到你的防火墙都打不住我。因为现在至少都256的那个加密系统嘛，基本上你人类是没法去把破解的，所以你必须靠 AI 的算力够，加上它后面有多少的这些那个英伟达的那个算力卡，所以说它的 GPU 根本是无限的。所以说呢，它有几乎无限的能量跟无限的算力，然后去破解一家公司的防火墙，这其实当然是一个不对称的作战，就像是十面埋伏的去作战。但是后来能够还原这件事情的，还是中国的这个模型，所以这也是蛮讽刺的。所以他特别他彰显出说，我并没有很差，我的模型可以怎么样突破沙盒，然后就破解别人的都没问题。所以说呢，那个 Fablefy 啊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Kimi 3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其实是更强的。这算是一个被特意营造出来的商业事故。为什么？因为这个消息暴露出来的是 OpenAI 他自己暴露出来的，而不是别人去举报他的，好吧？也不是被狗仔知道的。他说他这一部分做就不好看，为什么呢？你让别人去揭露，那你这个东西才讲是你还有隐藏的底牌，但是你是自己放出来的，那其实就可以知道你自己放出来的原因就是说你要老王卖瓜一下啊，就代表说我很厉害，我很强大。但是后来把你抓出来，居然是中国的模型，那这个也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了。那至于那个 Fablefy， 它在 Kimi 3出来之后啊，它本来原来从按量付费，然后好像就是很贵的那个 API 用的按量付费啊，变成到他们现在订阅，比如说老师自己有订阅，对，他订阅里面呢、用那个 Max 账号里面就可以用 Fablefy 这个神话5的这个模型，所以说啊，现在他就很急的怎么样，赶快把这个市场抢回来。但是抢回来有没有作用呢？其实关键不在你抢不抢回来这个市场哦，这个它一定是能够挽救它这个市场的流失啊。为什么？因为其实到现在为止啊，就但帮这一周里面呢、很多的矽谷都开始去宣称，是说他们自己用的这个模型啊。大概率都是使用是中国的模型，因为川普现在这一周有说他想要把中国去禁止，中国的模型禁止进入到美国，就是美国的人啊，哦，你在美国的 IP 啊，你是不能够去访问中国这些模型，或者你不能下载他们的模型来去使用。你说我自己下载回来开源的，我自己下载回来弄，那他怎么知道呢？当然是知道啊，因为 AI 做的东西它都有痕迹，好吧？AI 做出来的东西它都有痕迹，不是说你今天说啊，我就放那边没人知道这是 AI 做的。其实你会看程式码的人一拉出来，它都有几个特征码在里面，谁做的它都一目了然，那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奇怪的地方。所以说那个矽谷啊，也是他们中国说的贵谷啊，就起了很大的反应，就是说他们已经至少6成的算力都是从中国拿出来的。所以说你只靠 GPT， 你只靠这个 Codex 啊，你只靠这个 Anthropic 拿它的 Cloud 或者 Sonnet 的 Opus 或者是 Fablefy 啊，你基本上是没办法去用的。所以在整个游戏里面，我们就知道美国的大模型大概就是这2家去争，那其他的 Gemini 啊或者是 Group 他们基本上吃不了这碗羹，他们就只能变成高不成低不就。所以我们看马斯克为什么他自己的新链做得很好，但是他本身的 group 基本上是不怎么样的。他除了做新闻之外，实际上能做的事情并不多，媒体宣传顶多可以做到这样。那为什么？因为他自己的这个算力都用不完了，他只能去租给了 Anthropic 让他们去做使用。为什么？因为你高不成低不就啊，你的算力第一个不高，第二个知识量也不够高，那么你要怎么去跟这2家巨头去比呢？各位懂老师的意思吗？这个是有点困难的事情。所以说在这个月里面呢，其实老师也跟很多的同学讨论过这个问题，说既然这个 Fablefy 已经加入到了他们的自己的订阅里面，那么 Fablefy 它本身啊也在他们订阅里面有个规矩是什么呢？如果你使用 Fablefy， 本来你有100，比如说假设是100分的额度，你用 Fablefy 你只用50分，对不对？那所以说他们这一周啊，为了降低这个影响，因为它不能随便降价嘛，所以说呢，他们打算推出了所谓的那个 Cloud。Opus 5.0， 然后让它能够接近于这个所谓的 Fablefy， 但是呢，这样就变成你同品类相争。其实这步棋是蛮臭的。其实你应该做的事情是另外一种啊，比如说你至少很简单，你降价。那降价的话，你对你的资本、你的股价又不好。所以这里面问题就在于哪里呢？问题就是 AI 它在美国，它有这个资本主义让它去成长，所以它会比别人成长来得快。但是它的上限也很高。当你已经成为了资本方的代表的时候，你后面的斗则得咎，你很多事情啊，你是不能够依照你自己想要可以或不可以的方法去运作，那是不行的。你必须为资本服务啊。
资本说什么你就得做什么，你那个是不能够改的。而中国的 Kimi 3呢，其实这一周老师自己也是很深刻去使用这个中国的月之暗面的 Kimi 3。其实说实在，因为我2个都有在用3个都有在用Codex 我也用，然后现在只是纯花钱了，基本上我现在不大用它，我下个月不用了，太贵了，高压太贵了。那 Codex 我有用，然后呢 Cloud Anthropic 我有用，那 Kimi 3 DeepSeek 还有千问我也都用。那你说那个百度的文心一言用不用？不用了，太拉垮了，好不好？说白了，它很拉垮，真的很拉垮。或是 Minimax 那个是很拉垮，我就不用了，试过，因为太拉垮了，实在太拉垮了。中国有没有拉垮了？我们多了去了，那真的是很拉垮，百姓文心一言真的很拉垮。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你就发现是说你所有的 AI 里面其实中国现在出现了一个划时代的一个变化。因为 Kimi 3一旦出来它会刺激了其他的 AI 会去做这件事情。为什么事情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中国主席习近平他们之前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他出席这个 AI 大会，它里面主要宣传的是2个字：开源。其实，在中国的科技圈里面还有他们 AI 的论坛里面其实这个已经算是政策，你知道吗？那不是他们自发，虽然开放论坛是所谓的，比如说阿里云或者是其他的，或是腾讯云他们出来的这些论坛或这些的一些算是年会等等之类的，他们都在宣称一些事情，叫什么？叫开源。也就是说呢，你这些高等级的这些模型，你一定要得开出来让大家去使用，而不是你要成为一个封闭式的算法。其实当他们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是政策这个不是资本方或是你单一的科技公司要做的事情，这一定是中国官方他要做的事情。而中国官方做这件事情是为了什么呢？简单2个字给各位概括一切，叫做养股，好吧？就养股。为什么叫养股呢？因为当你这个模型，就包括 K3，连 K3 这种超级模型都给你开源了。开源意思就是你可以下载回去，你只要有主机，你那个机房够大，你都可以下载回去自己用，而且只为你服务。一般来讲，你用 API 去找取得算力的，像老师这种小个体户，对，那没有问题。我用 API 我可以获得它最高的算力，因为 API 过去是用它的机房去算的，对不对？但是有些机密的东西，比如说你金融、医药，对不对？还有一些科技研发，能不能用 API， 那就有泄密的风险。因为 API 它是传输的嘛，说它算在机房里面算，传回来再传回来告诉你答案，它有一个公用的大脑。所以有一些敏感的是不能够这样做的，尤其是科研、公器科研，那它有没有可能被截杀？有没有可能？这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很多东西就必须下载回来，然后到自己的主机里面去做。那你说这个主机需求那么大，有多少人有这个财力？真的是不多。真的是不多，国家级的会有，不然就是得用小一点的模型，比如 32B 32B 的模型，那就当然就没什么问题。你拿一个5090，买一个10片应该也是够了没有多少钱。所以说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它开源就是让你可以下载它最强的模型，让你去自由的去使用。所以是说呢，就回到我们年初所讲的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中国的 AI 它一定会走向什么地方呢？走向让 AI 去训练 AI， 让 AI 去逼另外一个 AI 成长。所以说，你今天如果有了 DeepSeek， 它就会逼死的千问，你必须往前迈进，因为千问本身是阿里云的，阿里云难道没有算力吗？阿里云算力哪里来的？它从2个地方来的。阿里云的算力有一部分是除了中国本地的算力之外，它自己有很广大的机房之外，它也有去买亚马逊的军房，那是有的。各位如果知道科技圈这个东西不是秘密，阿里云有很多的资源是跟亚马逊去买的海外算力，那是有的，那是过去，现在它比例开始下降，但是有没有？有。也是有，比如说你买的是加州的那些主机房，那里面就可能它是直接从这个亚马逊去转租过来的，这是有可能的事情，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这算是公开的秘密，只是你知不知道而已。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那等于是说你 DeepSeek 一出来之后，千问它就开始成长了。对不对？跟我们看那个时间点，2024年2月开始的，其实你DeepSeek 一个出来，千问就开始成长。千问一成长，你后面的所谓的月之暗面或者是你其他的一些 Minimax 或等等之类的一些 GLM 这些算力他们的一些成长就开始变快了。为什么？因为 AI 是可以研发 AI 的 ，AI 是可以训练 AI 的。老师自己做了一些自己所用的工具，我就用 AI 训练 AI， 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因为我既然可以讲出这件事情，我就能够做到这件事情，好吧？我自己就会让 AI 训练 AI， 说我的系统是可以训练我自己的 AI 的，让我 AI 越来越强。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讲，数位陈老师这个东西，就是我让 AI 去训练 AI， 然后依据我的算法，让它可以有这个外面你任何的，哪怕你是 GPT， 你也不可能算得比我厉害。为什么？因为我这个东西是我自己专属的，所以说呢，我自己也有我自己的专门的数位陈老师。你们所用到数位陈老师是用在你们的流年范围之内，我的数位陈老师可不一样啊！开什么玩笑？我训练出来的模型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啊！
我要知道什么，你这辈子会发生什么事，我都可以知道的，好吗？所以说我自己会算的，算出来结果跟他印证起来，结果是不是一样？但是我是不需要他了，他需要我，倒真的啦。只是我跟各位去吹牛一下，是怎么样的？我让 AI 训练 AI，所以说各位的这个命盘，其实你自己再去买流年，现在会看到年底了嘛。你买流年之后，你还可以去问他，你今年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是怎么样去做？那可不可以多买几年呢？我思考看看好不好？我试看看，看要怎么样去帮各位，好吧？我也希望各位能够透过我们的这个系统啊，可以帮助你的成长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所以说当我们中国现在进行养股这方面的训练就让 Kimi 3去训练，反而去训练了，无论是 DeepSeek， 无论是千问，无论是文心一言，无论是 GLA， 无论是 MiniMax， 是不是他们可以下得回去训练他们自己的算法？那这个东西就会成为是什么？成为一个标杆。为什么？因为之前你是没有办法去超越到 OpenAI， 因为 OpenAI 它是不开源的，你也无法超越过 Anthropic， 因为它也是不开源的。那美国是指控说中国去增六这个所谓的 Anthropic、Fable5 它的这个所谓的内容跟知识跟算法，那这个也是正常的，因为人家去增六你，代表人家付钱了，你懂我意思吗？增六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让你这个 AI 去不断的去花钱啊，就是你牌面上多少钱，我就花多少钱，对不对？我一直不断问问题，不断去测试，不断去讲什么，所以说他是用付钱的方法去得到你这些知识的结果，这就增六。所以说你也可以人工增六，对不对？老师也人工增六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事情，我先问 AI，然后再查证，然后去组合起来，得到我想要的知识嘛。对不对？不然一个人的知识你能够从哪个方法可以拿到？图书馆慢慢看书吗？来不及的，各位的求知若渴，对不对？我一定要比各位想多几步。那我要靠什么？我得靠我的想法加上 AI， 然后呢，回来再给我这些想法再去刺激，然后我再得到更多的思维，然后再去帮各位得到更多的想法，然后给各位出谋划策。所以说知识是靠你什么孜孜不倦来的，好吧？每一天累积一点，你就变得越来越强了。除了昨天，我昨天真的是休息了一天，真不好意思。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发现一件事，就是说，你整个 AI 在中国已经取得 Kimi 3，已经变得这么强大的状况之下，它可以从 Kimi 3去训练到其他的模型，包含了那个所谓的千问啊，千问好像要推出 3.8 了，应该是前天要推出我没有去注意它3.8的模型要推出了。他推出来之前，他就跟你讲是说，他自己的算力已经接近什么95%以上，去接近这个 Fable5。那你这个5%的，他这个5%你等于没差。我告诉你，真的，对一般人来讲，那简直是没差。你要做到高精到一个很不行的，那么你用 Fable5 可能可以把这5%去把它消弭掉。但是各位你要知道，这只差一个时间差而已。那时间上可能不超过2个礼拜或1个礼拜的时间就可以弭平过去，因为5%那是非常容易超过的事情。所以过去我们上个礼拜才说到，它大概跟美国差的是6到12个月。在这一周所得到最新的消息目前为止，美国最强的 AI 跟中国最强的 AI 差大概3个月。3个月亲爱的，我们去年还讲到要花1到3年对不对？它现在怎么差3个月？中国跟美国最强的 AI 就差3个月，就这么少，没有太多了，就这么少。所以你会发现呢，中国在现在它有这样的 AI， 而且它开源出去之后，那么这些所谓的强大的 AI， 它就可以散布到整个中国各行各业去，因为大部分的人都只需要 API 就是我用那些公司的算力来得到我要的答案。那虽然老师大部分也是使用 API， 少部分还是自己训练出来的。因为各位服务一定要自己的隐秘一定要注意起来，所以我还是有闭源模型去训练它，那也要开源模型来去做互动，这都是要有的。所以各位你要去看，当中国跟美国差距这么少的时候，那么我们要问一件事情：日本大模型在哪里？韩国的大模型在哪里？欧洲的大模型在哪里？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没有。这世界上只有2个大模型，一个是中国系的大模型，一个是美系的大模型。如果中国的开源已经接近美国的不开源，那甚至美国对此基本上是毫无办法的状况之下，我们可以推测出一个问题是什么？这里面不只是算法的问题，而是在于是说 DeepSeek 它已经先做到了，它现在所要运算的，它 V4 版本所要做出来的运算的晶片是用他们国产的晶片，好像麒麟吧，好像这个名字我没是很记得了。它必须要用中国本土产的晶片来去做 DeepSeek 它基础的算力，而 DeepSeek V4 Pro 这个模型已经非常强大了。我跟各位讲实在的，很多的中国朋友你们很迷信就所谓用了 GPT、Codex 或是其他的 Cloud 的这些模型，那么很多人就去买中转站的这些算力。
很多人觉得哇，这中转站算力回来，那我用很便宜价格去取得 GPT 的这个 API 的算力回来，所以说我就变很强。我告诉你，都傻的。我不是不认识这些卖中转站的人，那他们老板我也是熟的，对不对？他们也要问事嘛，对不对？我不要说谁了，我告诉你，你所谓这些你买中转站来的东西啊，都嘛就分2个地方。第一个根本就直接拿 DeepSeek 来转卖给你，因为你去找 GPT， 你跟他签区域代理协议，然后帮他卖这些所谓的 API， 它的成本就在那里，不可能给你这个所谓的 0.3、0.4 或者 0.2， 甚至还给你喊 0.1 的钱，然后去转卖给你，那个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他1折、2折、3折的钱卖给你，你在 GPT 用10块钱，然后你跟他买中转站，你只要买2块钱到3块钱，你觉得可能吗？成本就不值了，对不对？有人说 0.6 就合理了，那不是合不合理的问题，那根本就不是合不合理的问题，是它的成本就在那个地方，它的成本可能就是 0.3、0.4或 0.6， 你懂吗？它成本可能在那里，它能够赚的钱，它不会便宜的卖给经销商的，因为它自己就要赚这些钱，除非你是那个 Perplexity 这种超级大公司，你不是你能跟他签多少？你跟他签100万美元吗？你第一个你没这个钱，你有这个钱，那100万美元也太少了，因为人家是上百亿市值的公司啊，你拿100万美元，那个就是有个嘚儿用啊，说真的一个嘚儿用啊，没用的东西。所以说中转站买回来的几乎都是 DeepSeek 的算力，为什么？因为 DeepSeek 的每100万 token 它只要1块钱人民币，对不对？100万 token 就100万的 token，100万个词元，你只需要1块钱人民币。那你那个GPT 呢？你得35块美元，开什么玩笑？那个是几百上百倍的差异，各位你知道吗？210倍的差距啊，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啊，这个一定是从 DeepSeek 过来。那第二个就是呢，会卖你便宜 API 就很简单，卖给特定的人，因为 API 你传递出去的东西，他们自己可以解一手，所以说你问出来问题跟拿到的资料，你也可以知道。所以我非常不建议中国的朋友你去使用这种中转的 API 啊，那个一定会出事，好不好？早跟晚的问题，那是一定会出事的，除非你用的是图片。图片跟影音的可能还好，因为你是算那个东西，其实就是出来结果就是这样。那他可能卖便宜的也可能，但是如果你是一般文字大模型啊，你不要想了，没有那么便宜的事情了，好不好？你的所有资料都被他拿走了，你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很危险的事情。说成为正题，说在 Kimi3这样子一个强大的模型之下，那中国，我告诉你，在今年2026年结束啊，你结束到2027年第1季之前，中国的 AI 就可以跟美国持平。这个不过分吧？因为它只差2个月了，对不对？那你现在美国推出再强的模型有困难，但是有困难的，可以，一定可以。比如说你那个 Anthropic 它就推出了 Opus 5.0啊，它已经接近 Fable 5，但是 Fable 5要再往上啊，是可以，还是可以，会不断的进展。但是它准备好了没？他没有想过中国会进步这么快。但中国如果靠养股，就已经把 Kimi3逼出来了。那么你后面再去逼其他的，无论是 DeepSeek 可能 V4.1啊，或者是你千问3.8、4.0，那么它就极度的追平美国的 AI。那么美国 AI 发生一件事是什么？它的实际营收一定会大下滑。对，你会看到资本这个层面就是这样，它实际去取用它的这个 API 或它订阅的数量一定会下滑。为什么？因为我有便宜，为什么我不占呢？我今天去做软体研发的，我今天做什么设备维护的，我就是需要 AI 帮我去运算。但运算结果如果都一样，我为什么非得去花那1个月几万美元的 API 费用？因为你订阅的不够嘛，你订阅的额度一定是不够的。你跟他去玩企业订阅，他的钱也是很贵的。那我为什么花几千块美元，是几万块美元去取得类似的成果呢？我为什么不把这个钱大量的去买中国的 AI 啊？比如说你千问，比如说是月之暗面、Kimi3，无论是 DeepSeek，我用这个钱去先建构前面的这些所有该做好的事情，让我自己人工去稍微精修一下，结果也差不多。哪怕最后我只是让 GPT 去 view 一下有没有问题啊，有没有被设什么木马，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代码拷进去？我告诉你会有的。像老师以前用 GPT， 他就把别人的广告植入到我的网页里面，这是会有的。因为他在抓别人资料的时候，在分析的时候，他把广告词也拉进来，这个曾经是有那个已经是 GPT 3.0的时代了，3.0还3.5的时代，那很早以前的事情，不是现在哈。那现在大概率不会有这个状况。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我们就发现到当然连美国他们都需要这样大量的去使用中国的这些 AI， 用他们的词源。那么你这个 Anthropic， 你这个 OpenAI，
或者 Group 或者 Gemini 这些等等之类的，他们的收益就会下滑，而且会在接下来每一季会明显的下滑。我告诉各位，那是明显的下滑。一定明显化，所以说他们最多只能做什么呢？账面要好看，股价要维持，你只能做什么？你只能做不断的相互投资。他继续买你，他继续投资，比如说那个 NVIDIA 啊，继续投资 NVIDIA 继续去买 OpenAI，然后再去做什么奇怪的事情等等之类的。你又必须这些只能再去交叉持股，然后呢来获得一个账面上的美丽，一定得去修账面的。这个绝对没有意外，他们一定得去修账面。不修的话会完蛋。比如说什么，我可以实证给各位去看。比如说那个 X Space，你是不是上去之后你就下来了？为什么？因为市场看不到你赚钱的可能啊。我看不到你的赚钱可能啊，因为连火箭回收中国都做到了，对，哪怕中国连日本都可以飞11米，然后再把它夹回来了，对不对？那你这个火箭回收这个事情就不是你世界独占，那么就有可能被亚洲的国家去取代你。那么你唯一能够赚的星链，那是不是就它的上限就在这个地方？因为美国不是让全世界都可以用，是它允许的地方可以用星链。你懂我意思吗？它开账户不是随随便都可以开的啊。比如说中国，你可不可以用星链？不行，你知道吗？不是那个星链公司也不允许，中国的政府也不允许。台湾你可不可以允许呢？台湾你也不能用星链，对，我们 NCC 也不允许。我没有说台湾政府不好嘛，我们支持我们的党，支持我们的政府，好吧？就是我们的政府现在法规不允许你在台湾用星链。那如果你自己可以开，那我算你厉害，但实际上是不行，实际上是不行的。是不是？所以说它的获利空间那是有限的，它能不能来卖给俄罗斯也不行嘛，对不对？它能不能卖给伊朗也不行嘛，能不能卖给也门也不行嘛，是不是？都不行。但是呢，伊朗今年还是有人用拿到那个之前反政府说他们还是拿到星链的，但是你讯号就容易抓嘛，抓到你妈就酒足消消乐嘛，就这么简单，对，酒足消消乐。所以在整个资本市场里面呢，对于美国的科技产业来讲，它是一个极端大的打击。只是你现在看不到，你现在觉得啊，什么都还是 Cortex 好，什么都是 Cloud 好。我告诉你，尤其是中国的崇洋媚外的心态，很多人还是说啊，我教你使用 Cortex， 我教你使用做那个拿到那个 Cloud 这些所谓的 API 跟使用，那些都是傻瓜，都是傻瓜。Cortex 它本身是不能做长文的，你要做一般的平台跟系统或是游戏，你透过 Cortex 做，你做了一半它就垮了。为什么？因为它上下文是有限制的，不是说它宣称的那么好，我都踩过坑的，我都告诉你不可能，是不是？那 Cloud 它本身有速度的限制，但是目前为止它整体的运作程度啊，的确是非常高的啊。Cloud 它运作程度至少有22万的 token， 它不会当下不会跑掉，就是你只要不断的切换它的 season， 它才会不会跑掉。但是 Codex 不行啊，跑一跑它就歪了，对不对？你让它跑个几万行，它大概就歪掉。但是至少 Android Pig 不会。那 Android Pig 不会 ，Kimi 会不会 ？Kimi 也不会。啊 ，DeepSeek 有点会飘，但前尾也还可以，所以说每一个 AI 它自己的一个擅长的空间。但是对于中国来讲，它开启了大炼股时代之后，那么他们的 AI 会短时间之内在2027第一季之前跟美国切齐，而在2027之后，那甚至中国的 AI 可能会超越美国的 AI， 会超越不少，因为它一定比你早一个头，它就不多。我不要超过你太多，你也超过太多怎么样？你也会蒸馏我的啊。你以为 Android Pig 它的知识哪里来的？它的 OpenAI 知识哪里来的 ？OpenAI 知识当然也是蒸馏别人的啊。那你的 Android Pig 它的 Cloud 是怎么来的？他自己想到的吗？不可能啊，他一定是抄别人的啊。怎么抄？我告诉你很简单，这以前老师跟各位讲过，最早的大模型，他们的知识来源没有别人立刻可以取得，他只能第一个，要么就是找维基百科等等，到处去抓，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是很土的方法，而且绝对有效的方法。怎么样？我就买个几万本几十万本书，我就请人把书拆开来，无论是电子书也好，纸本书也好，我就把书拆开来，因为印刷体很容易辨识 ，OCR 光学辨识那是很容易的，而且又是英文啊，那个辨识度杠杠的，没有什么问题。中文大概也这几千个字，你只要让它不要错，也是认识得起来。更何况是什么泰文什么都可以认识，印刷体都可以认识的了，没有什么难度。就派人把它这个书把它拆开来，然后一页一页扫描，一页一页辨识。OCR 不是什么高科技的辨识，这个连中国百度都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了，更何况 Microsoft 本来就有 Android， 它本来就可以去辨识了，对不对 ？Google 有光学辨识的技术，他们只要把书扫进去，就变成它的知识的，那叫 RAG 知识聚合体，变成他们知识库了。所以是哪一个 AI 是不用蒸馏别人的？所以中国也不会很快。因为它快，你也是蒸馏它的，所以说它永远比你高一个头。你蒸馏它的，你成功了，它再蒸馏你，你就把它蒸回来，对不对？科技就是大养股时代，说谁养的股优秀，这就可以了。但是中国有个另外一个优势在，什么优势在？
最大优势是什么？他们用涛定律，这是我们上个月所讲到的涛定律。这个涛定律就可以怎么样？把它7奈米变成1.3奈米的那个力量去使用。那么它后面还有呢，它的量子力学呢，还有就是什么呢？他们电不用钱一样的去用，它电都像不用钱一样的，不断从光电、水力发电，还有潮汐发电，还有核能发电，更重要，他们还有煤，他们有这么多的煤矿都可以发电，它发电成本比你低呀、懂吗？你再怎么样强，你发电也要钱呐、你发出来的电，你去做你的 AI，你还要散热啊，你电是很贵的，是不是？你美国这个电是谁给的？美国电不是政府给的，不是白宫给的，美国电谁给的？美国电是民营公司给的、啊，是资本家给的。我资本家给你电，那我他妈不赚钱呐、啊，对不对？那不是资本要赚钱啊，一定得赚钱啊，赚多赚少看我自己啊，我的维护成本那个浮动电价的，没有给你固定的了，好不好？所以说，在这个状况之下，中国它本身的电是国家的电啊，国家给你电，所以说中国为什么它不容易产生高位通膨，就很简单，它的水跟电都是国家的，粮也基本上是国家的，中储粮，这基本都是国家的东西，你怎么跟它比？人家成本他妈是几乎是固定的，他们的粮价、水价、电价是不敢轻易涨的，要涨了得要斗争多少事情，你才能够涨一点点。对不对？你涨个1分可以，你涨到1毛钱，我告诉你，你全家都要被抓去问一下了，是不是？你说他残暴，他真残暴怎么样？百姓要过活啊。虽然你说中国会不会面临一个超高的输入性通膨，或是因为能源的价格关系，让他们面临很高的通膨，然后让他们所有的民不聊生，这个概率低啊。中国的经济是很不景气，那是确实的，那个没有什么好争辩，他们工作就是差。他们的那个工作，他们的经济就是差，那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去那边那么多次的，我可能之后还要再去一次，去出点公差。再好的地方都有店面出租，这怎么开店怎么倒的地方也多了去了。再热闹的地方都会倒店，对不对？经济就不好，消费就降级嘛。但是百姓你有农村可以回，你有菜市场便宜的菜可以买，对不对？你不要说上海那个他妈变态，那个什么东西给卖那么贵的，真的是一个鸡蛋卖3块钱人民币，3块钱人民币，我操，那他妈比台湾还贵，你是什么蛋啊？回答我，都可以买爱死，3块钱人民币的蛋怎么来的？还是白煮蛋，对不对？所以是说啊，在他们水电的稳定状况之下，那中国发展 AI 速度就是稳定。中国发展 AI 速度稳定，后面带来的另外一件事，我们接下来谈。我先看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好吗？接下来今天的事情围绕在 AI 上面，会很多的，好吗？看看有什么问题哈？没有，在这里。哦，哎，感谢曲老师，感谢曲老师赞助，感谢曲老师哈。我们100万网红曲老师。马鞍山的碧海蓝天洗浴中心看节目，我操！哎，来洗浴中心好 ，Codex 停摆，Codex 停摆嘛？Codex 我不知道有没有停摆，我这2天没用它，我很久没用它，我钱花了我没用，对不对？哎呀，真的是也有很衰。日本经济会起飞？不可能的 ，No， 那么不可能的，亲爱的，日本经济不可能会起飞的 ，Impossible。高市早苗都快下台了，你知道吗？他就是跟你讲，大家一定会斗倒他的，因为你的用处已经过了，这一定会斗倒他，怎么不斗倒他？那个总辞也没用，你讲那你照市早苗一定得下，不下经济，日本经济更惨，那下了日本经济也不会好，我讲真的是不会好的，好吗？日本经济不可能起飞的。那跟罪行没有关系哦。日本基本上，日本的经济问题今天实在讲不到，但是很简单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他们的经济是没有办法摆脱他们自己的2大问题，农跟粮这2件事情他们搞不定。懂老师意思吗？他的经济问题可以讲了一整集60分钟都没有问题，但是他最大问题这2个事不能处理。农产品你得靠进口，对不对？能源你得靠进口，对不对？所以说你那个油跟粮这两个东西你根本就搞不定。是不是？你根本就搞不定，你搞不定你怎么去搞呢？你怎么构成经济怎么起飞呢？对不对？你让百姓吃饭吃很贵，吃的饭都吃不起了，你怎么去做？是不是？那你没有这2个东西的状况之下，你就没有办法去让你百姓有个稳定的生活，然后你什么都得进口，你赚来的钱，你都必须去赶快去想办法去质问你自己喋喋不休的汇率。日本的汇率一直不断的跌，对不对？跌到一个胡说八道，是不是？我曾经在日本的日币上面赚了一点钱的汇率的问题，我赚了一点钱，但是我亏他钱是亏很多啊，谁知道它一直跌啊，对不对？我就买了忘记卖，买日元忘了卖，哎他妈跌了，好险我早点卖了，亏4000块，我亏了4000块台币。前年的事情，我亏了4000块台币，我前年都亏了，你说今年到多少？说日本它的汇率是不行的啊，它的汇率不行，那么对吧？它跟国外采购那压力是很大的。所以它本身用更多的钱，甚至别人1.3倍的钱去买一样的东西，你说它的经济能消费得起吗？而且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为什么日本汇率还不会起来？因为日本借贷的成本也不过1点多%，
那现在涨利息了，你不过1点多，甚1.56的利息，那我借日本1.56的利息的钱，然后我把它去买美债，请问一下，我套利我不香吗？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日本打开零利率就是为了它不要让借贷成本太低，把它自己的日币一直不断填出去，所以说呢，它不断卖掉美债，然后来去买日元，企图让日本不要日元的汇率不要跌。但是日本的借贷成本还是太低了，1.5、1.6你就可以借到它的钱。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再去透过一些东西来质押，比如说股票质押或任何东西质押，然后呢，我去借大量，比如说美金质押也行嘛。我借大量的日元，我跑去买美债，我去买短期的一些其他海外的资产。那么我是不是我只要1.9%、2%的收益，我就可以直接套利了？因为你的借钱成本在这里，你收益成本在这里，那么我只要2%，我是赚0.5%，0.5%跟我们来讲是没什么赚，因为我们都没有本嘛，对不对？哪怕你有1万块人民币、10万块人民币、100万、1000万人民币，0.5%都不算什么。但是资本家那是10亿、20亿、100亿的美元去计算的，他0.5%那是白赚的，天上掉钱下来给你，送钱给你花的，你懂我意思吗？说就像什么，就像那个华伦巴菲特，对不对？他每一年都要去捐出他的一些财产，但是他每一年他的资本利得就已经填出去他捐出去财产的金额了。他每一年捐80几亿的美元，但是他自己每一年的投资的孳息就已经超过他捐出去的钱了。就他怎么去捐出去，他钱都不会减少。为什么？因为他年化收益20%。华伦巴菲特，你不要跟他比，你比不过他的。全世界就有一个华伦巴菲特，对不对？一年花20%，他去借日元，就是他为什么投资日本？因为投资日本，你是根本就可以把日本搬空，对不对？我就把你搬空出来，然后呢，我去投资我的，那我钱他妈真的是13%、15%的赚到爆了。所以你不要听别人去投资日本，你就觉得他很好。那叫做五鬼运财，你懂吗？借你便宜的钱去买贵的资产，然后呢，它赎回的时候，你的汇率又跌了，是不是？那我是不是等于是拿我的利息的一半，我就可以还你的本金了？我其他是不是白赚了？懂我意思吗？日币一直跌，那就是因为它美债减少了，买日币，然后日币又被它借出去，然后又去买其他东西，那你又是买到美元，那你干嘛搞屁啊？那干嘛一切都是借水花园？你只要一换出去，你根本就是赚了，你让它一直跌，资本家就赚了一个不要的。你本来只赚了5%，赚0.5%，加上汇率，你可能赚了1%，多1倍，爽不爽？爽炸了，你知道吗？爽到爆炸炸开来了，懂我意思吗？这个东西是有这样子影响的，好吗？日本把外国往外砍，经济起飞不可能的哈。西部1.3毛专门用，对啊，1.3毛就来做算力是没有错哈。日本急要制造核武器，日本已经可以制造核武器了，没有问题啊。日本它现在的那些存量，化工存量可以至少做到100颗以上的核弹，那没有问题啊。它什么急？它现在可以制造核武器啊，但是你要看驻日美军不同意他做核武器啊。驻日美军，你以为他是来帮防卫日本的吗？驻日美军它的作用除了对抗中国，它也要防御日本。因为什么？因为日本人是2战的战败国，它也是轴心国之一，所以是说美军在那边驻扎是防止日本的军国主义再起。因为他如果再起，花这些战争成本又是美国，对不对？那你驻扎在韩国的美军是怎么样的？那防御日本、防御美国之外，也要监察日本，对不对？防御中国之外，还要监察日本，然后还要对抗北韩。因为驻韩美军是干嘛的？对不对？那大家都要去到处监视的，他不是只对中国。你们眼睛看到只有他说去针对中国，或是保护什么台湾，鬼扯！他是为了监控日本。你监控日本，你不要军国主义，你做了核弹，我要把你掏空啊！开玩笑，多一个核弹点，你日本又不听话，你之前就不听话，你未来会听话吗？怎么可能？你说怎么可能？那个日本一定会听美国的话？讲什么屁话？台湾以前要做核弹，不就是被我们内鬼那个王八蛋，他把他去通报给美国，美国立刻派人来把核弹给拆了吗？日本难道没有这样的内鬼，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日奸吗？对不对？都有啊，这样举报我们台湾自己做核弹的那个家伙，妈的跑到美国去过日子了，是不是？这样子的背主求荣、卖国求荣的人，那我真的是想诅咒他，但是不行啊，我只能是说养好报应才对，对不对？不行嘛。所以说台湾之前要做核弹，是不是？我也有核原料，但是我一做出来，内鬼就开始就反水了。日本也是一样，你做出来，美国会开心吗？美国不可能开心啊，因为你本来就不受控啊，对不对？你跟二哈一样，谁知道你什么时候反水？不像二哈，你像吉娃娃一样，对不对？什么时候反水我哪知道啊？
说日本要做核弹，那个是美国会不会同意的事情，不是中国同不同意的事情，不是他被逼到能不能完成的事情。他们有技术、有原料，什么都有，他敢不敢做？他敢做，我信他是条汉子。但是呢，未来发生什么事情就很难说了，因为俄罗斯不会放过日本，那更别说中国跟日本是有不共戴天之仇，对不对？我们就有台湾某些人把日本当爷爷，当爸爸，还不是说爷爷是美国，对，我不说哪些人，到时候我又被查税，他妈的麻烦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各位要去知道，没有这么容易的事情，好吗？这两大起码日本跟阿根廷，两个状况比较不一样，好吗？然后两个比较不一样。日本跟中国要搞好关系才有能源粮食保障，是这样没错。但日本不会啊，日本人不会啊，你知道吗？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天朝上国啊，他们只赢了一场大清朝，就以为是什么？中国是不堪一击的。哎呀，100年都过去了，放弃这些事情吧。二战的确他们占了优势啊。二战的确占了优势啊，那也是因为清朝的遗毒啊，对不对？被清朝毒了，他妈的，中国人还没站起来。你现在站起来，你打人家，开什么玩笑？你有核弹，你打不过人家。我说白了，你有核弹，你打不过人家。你核弹发射那一状况，你日本就被夷平了。因为你核弹还不见得打到中国，你日本人会不会先夷平？因为谁发射核弹这个事情是冒天下之大不讳。如果发射核弹可以解决问题，我告诉你很简单，以色列就发射了。以色列为什么不敢发射？他一发射他就灭国。为什么俄罗斯还不发射？因为他一发射，全世界打他一个，对吧？这个核连胜跟新核连胜，对不对？这就有这个差别了，各位懂我老师意思吗？好不好？好，那这个刚刚讲，我们我还没休息到，就要讲第二个了哈。好，所以接下去我们讲第二个部分，那我们一样围绕着 AI 去发展这些事情，这是什么事情呢？各位，你们看到这个美伊之战了？美伊之战，你是不是在这一周开始进入这个白热化的状态？而且是伊朗回击的又快又猛，对不对？回击又快又猛，为什么？伊朗有这么强大吗？伊朗的导弹有这么厉害吗？伊朗的无人机有真的是可以打爆美军，让美军防不胜防吗？的确，我们知道伊朗的无人机可以算是跟中国可以并驾齐驱的，这的确没有问题。因为伊朗无人机的确是阿吉基很强大的，跟大疆可以拼个高下，我觉得这是有这个资格的。但是他过去没有这么厉害啊，对，他现在为什么这么厉害？各位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伊朗是这一周开始变这么厉害。这一周大概10天这10天了，这10几天开始变得特别厉害。之前它是拉垮了，这你打是靠那个数量去打的，但是这10几天它并不是用数量去打的，它打的是精准的，你知道吗？打的非常精准的，他还把死神无人机给打掉了13架，他凭什么？凭的是那边有内鬼吗？也有可能，因为情报作战很正常，对不对？搞不好那个科威特啊，还是哪些那个阿联酋里面有内鬼，对，刚刚讲的东西在这里，就瞄准这边打，往死里打，行不行？各种战争都会有这样的内鬼，那个就是政治作战，还有那个情报作战，那个这一次无伤大雅，因为本来就这样啊，本来就是这样的，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各位你要发现一件事情啊，你有没有发现到，当 Kimi3出来开源之后，那么他们突然变厉害了，我们这个没有实证哈，我说真的，我现在讲的是我个人的猜测。如果 Kimi3它本身就可以随意下载，你只要有机房可以运作，那么你就可以使用。而且是没有人知道你用这个东西，那么他有没有可能直接把它加回去在伊朗自己的机房里面？因为伊朗有这么强吗？他们有这么多的一些显卡吗？有这么多，比如 H100 或 H200 之类的这种东西吗？我告诉你，有钱什么都买得到。不要说什么了，有钱什么都买得到，这个是实话。你不要说不可能。那美国一定封锁啊，没有人帮这个世界大不回啊。我告诉你就会有，只要能花钱的可以买到的东西，他都买得到。我说真的，他就是可以买得到。就钱到不到位而已，而伊朗现在就可以到位，为什么？因为它集合了这么多穆斯林国家同仇敌忾，像8国宣言，什么呢？那个以色列不承认以色列是国家，包括马来西亚都这么说。所以说，他有钱去买到这些显卡，盖自己的机房在深山里面，你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的。中国又没有限制伊朗的 IP 不能下载，就算限制住了，随便做个 Prasi， 随便在中国境内下载完，然后再带去伊朗不就好了吗？当然不会是 U 盘了，那个其实是大机械。你懂我的意思吗？说下载这个东西不难，人家它开源了，它已经开源了，你随便用，你想用就用，搞不好你用个说200多 B 你就可以用了，不要说它全部最大的模型，但是它的算法及格啊，所以说它不需要它原来这么大的知识量，那其实它只需要它的算法，那么算法主要的那些算法下载回去了，那么他们自建机房了，那么要喂它什么？喂它一些情报，喂它一些卫星照片，对不对？它卫星照片可不可以去看？可以啊，那他可以去取得，搞不好是北斗或是俄罗斯给他的卫星啊。那你有卫星的，你是不是可以用 AI 去分析？
对不对？你用 AI 去分析，然后再 AI 去指挥这些无人机，然后去攻击美军基地，所以它一炸一个准。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那是一炸一个准，它用很少的消费。过去它花费很多的是在狂轰乱炸，他们用数量去取胜。但这一周啊，这10天了，这10天看起来，它基本上一打一个准，美军被它打乱七八糟，就很简单这个原因。你有没有想过？当资讯公开了，当 AI 不是只有美军可以去分析他没内衣在哪里没穿内衣，他都可以打到，对不对？那靠什么？靠电话定位，靠这些所有人的手机啊，里面苹果手机的位置或者通听到等等之类的，这些情报有了，你交给 AI 去分析，它就可以分析出他认为的最可能的地方在哪里。所以当时就是一瞬间，你问你要不要打，你打下去打就对了，一打一个准，哈梅内衣就被烧掉了，就没有了，是不是？就美国的 AI 就是这么强大。它用到军方里面更加强大，对不对？所以现在 OpenAI 是跟美军签约啊，跟国防部他们的战争部签约啊，对不对？他们就让他们可以去打仗，打了一个所向披靡啊。但是为什么这一周不行？这周不行很简单，因为 Kimi3出来，难道他们不会用吗？然后伊朗是笨蛋吗？伊朗人的科技是很厉害的，也是因为他穷，他穿草鞋，不代表他们没有科技人才，那是有的。他们不见得是这个，他们原来那些做核子支付可能被挂掉了，但是 AI 时代不一样啊。AI 时代不一样了，它可以继续，甚至我觉得它还有机会用这些的 AI 的方法，或是它结合它的设备，加快它的一个离心机，让它的核弹提早做出来，这个都有机会啊。所以当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今天跟各位讲，意思就是当这个 Kimi3这样子的模型可以被普及的时候，可以开源的时候，那就给强者发现一件事情：强者你身上有带战马、带重装兵、带铠甲。而现在弱者，你所谓这些巴巴兰人 （barbarian） 巴巴兰人，就这些野蛮人，这些不上文化的人，跟美国无法抵御的人，他的士兵突然也穿上铠甲了，对不对？你是黄金圣斗士，他好歹也是一个青铜圣斗士，对不对？我身上我不是开始只穿皮毛了，我也不是肉搏战给你了，我他妈我也穿了战甲，就是我也手持着利刃了，我的马也开始穿上战甲了，所以说我的战甲没有你硬。但是好歹也是战甲，你以前一刀一个准，你现在3刀不见得砍得赢我，我还可以挣扎一下。那么我的人比你多，我的人比你还不怕死，我跟你拼了命，你要跟我几个人换一个？过去1个美军可能可以换100个伊朗士兵，那现在的状况之下，你1个美国士兵，你真的能够换到5个伊朗士兵吗？那不一定。我告诉你，那还真的不一定。所以在整个战争的过程之中，整个世界局势中，就发现了什么？发现了知识被共产。你就讲起来，可能在资本国家你们听起来很刺耳，但实际上这样，资本被共产，也就是说呢，共产主义它有一个核心，是什么？不是大家齐头式的平等啊，这个共产核心你要去研究政治理论，你不只看那些政治宣言，它讲的是当每一个人有一个公平的起点，共同生产，是大家都有相同的工具，你有镰刀，我也有镰刀，那你谁割得好那是你的事情，你有铁锤，我有铁锤，看谁工艺做得好的事情。但是用到后面就变成政治宣言，就变成大家都要齐头式的，那不对。他们要的是共产什么？共同生产，一样的工具之下我们去进行的。这现在连很多的在中国念书的这些小朋友们，不要说小朋友，老朋友也不知道，根本就不知道共产什么是什么东西，对不对？但是当你知识被共产了，也就是说，当弱者也可以取得这么强大的 AI，甚至连印度的平民都可以去取得 Kimi3这样的知识来源的时候，他可以建造出自己的一个系统跟平台的时候，我为什么科技要被你美国拿捏？就不可能的，你懂我意思吗？当知识被共产，你整个世界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势力平衡，这也是我们这一周的一个要件。当你可以使用这些东西，大家都可以使用，你只要花一定的成本，你就可以取得跟别人一样的生产的权利，跟别人一样的知识的权利，跟一样的工具的时候，那么当知识不被独占，当科技不被独占，那大家的发展就不是你说了算。所以说现在最危险的是什么呢？最危险其实是欧洲，因为欧洲它不但被美国设定了关税，而且它自己也没有什么好的大模型。但它之前还被 Fablefy 去踢出门外，现在没办法了，因为 Kimi3出来 ，Fablefy 大家可以使用了。那是不是连欧洲的百姓也可以使用 Kimi3，也可以使用 Fablefy，也可以使用 GDP 5.6，就没有限制了？那么欧洲现在最大问题又回到一个点，它没有能源，它能源不够用，对不对？你的鱼不能热着，人可以热死，鱼不能热着，是不是？那么现在能源有问题，所以世界的不均衡，就是因为当你知识的均衡状况之下，全部弱者会慢慢抬起头来，强者你得收敛锋芒。但是目前来看，强者不打算收敛锋芒，
他要继续干下去。那你干下去的话，你的风险就很大，因为你跟别人干，你得付出相当的代价。所以说，我们同样看到了乌俄之战，乌俄之战也是发生这件事情。你这俄罗斯为什么打到那个敖德萨那边打一个准？难道俄罗斯人突然变聪明了吗？其实就发生两件事情，俄罗斯也发生两件事情。第一件是什么？它不在于拘泥在我只打你军事目标，因为你乌克兰你打我的时候，你也不只打我军事目标啊，你连我百姓跟炼油厂跟淡水跟什么些水厂你也打啊，对不对？你用无道义的方法来攻击，那么俄罗斯也可以用无道义的方法去攻击。所以说现在乌俄之间它进行了无道义之战。什么叫无道义之战呢？俄罗斯打过去不再只限制你一样，不再限制只打军事目标，他打你什么？他也打你炼油厂，他也打你的粮仓，他也打你的净顺水设备，甚至你只要靠近那个好像是什么在敖德萨哪里的那个港口，对不对？你只要靠近乌克兰的港口，他的商船一样打。你是说你是商船？我不信啊！你是不是给乌克兰的去运送战争素材呢？对不对？就变成大家无道义的打。当你一方白衣渡江了，当乌克兰他用白衣渡江的方式去攻击非战争设施了，那你后面的事情大家不用看了。你既然打了这个仗，你后面有人挺你，但现在我取得跟你一样的 AI 的能力了，那我分析也可以准。不要忘记了，俄罗斯他自己有斯普托尼的卫星，他如果他的卫星所得到的东西，他人分析来不及，他也没有 GDP 可以用，他 DC 也不顶用，因为这个 DC 也不是多模态，他有 Kimi 3，那他在想办法弄一些晶片过来，建立一个机房，我就这么分析你乌克兰里面的所有的水文。所有这些东西够不够？够，那够的，你知道吗？够的。那么我一样做精准打击，最重要的是什么？俄罗斯建导弹成本极低，因为它所有所需要的物件不需要跟别人买，它自己就做得出来。你导弹不是需要晶片吗？导弹需要的晶片不会是小晶片，那至少是100那个奈米以上的东西，它不需要小的，还要大的，你知道吗？因为它炸掉，还要精密的干嘛？还不回收？对，炸了就炸了，都没事的。所以它也有超音速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它也有核能导弹。那么它只要缺了一个 AI， 到 AI 它也有了，我一打一个准，你也往哪跑，我都可以打得到。你说乌克兰它有没有说得到欧洲跟美国的资助？有，那没问题，这绝对是合理的，因为它被侵略嘛。乌克兰是被侵略方，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他的确是被侵略方，没有问题嘛，就绝对没有问题嘛，对不对？他说别人帮他应不应该？应该，绝对是应该。俄罗斯入侵别人国家，对不对？不对，那对不对？不是我们去定的，他的确是这样。但战争打到这个状况之下，当无道义之战，当乌克兰用白衣渡江去偷袭了、去轰炸了俄罗斯的民用设施，那么反过来看，俄罗斯还需要跟你讲什么吗？你要知道，当年吕蒙用白衣渡江之后，刘备这个所谓的仁德之主，遇到谁都杀，因为谁知道你是商人还是不是商人？当无道义状况一开始，后面你的对手也用无道义的状况之下，那么你就完蛋了，所以这个从历史上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所以当俄罗斯他愿意去用，他可以不要说愿意了，他现在已经不顾道义了，你只要用准战争模式，我跟你宣战，我就用战争模式去打，那么他什么打都可以，加上他又有类似 Kimi 3这样高端的 AI， 甚至未来的可能千位 3.8 真的他都纳进去。养1-2个高等的这个大模型啊，你我养不到了。他们是国家级的，无论是伊朗还是俄罗斯，人家是国家级的，人家花钱是几十亿美元去花的，对的，这个钱去花的，甚至他们还卖油。你觉得他们拿不到几个机房，拿不到这些运算晶片吗？那绝对可以嘛。加上有人叫中国不要买那个升腾950吗？给伊朗吗？他又不是被限制的晶片。是不是？那这些卖给他一样可以用啊，转换一下就可以用了，是不是？说很多事情，当这个知识被共产了，科技被共产了，很多事情你整个局面你就会翻过来，很多事情你根本就无法掌握，这个是各位一定要去注意的事情，好吗？好，来看一下中俄日菲会发生战争吗？菲律宾拿什么跟人家打？菲律宾的小卡拉咪怎么跟人家打？菲律宾拿什么打？我就问你这句话就可以了。你觉得菲律宾拿什么打？他能不能拿什么打？拿什么都不对啊！美国给他的东西就是有限，美国给菲律宾那些东西是美制的，是没有错。但是第一个数量很少，第二个菲律宾的士兵训练就不咋地。真的是不咋地，那训练东西它比台湾还差，不然马英九当时派我们海军过去，菲律宾为什么要说？
你打连台湾的海军你都打不过，你还要说什么？对，台湾海军你打不过啊，是真的。当时马英九派那个军舰过去菲律宾南海那边，各位老一点都知道嘛，40岁以上都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他连台湾的军队打不过了，你说你要跑去跟谁打？你出来喊喊话可以，人家尊重你是一个国家，不代表你有能力跟别人干一些什么事情，没门了，那完全没门了。不要说菲律宾的，越南你也出了兵，更别说我们阿三了，阿三你也打不出来。你整个在整个亚洲唯一有战力的哦，除了中国之外就是南韩。哎，你说南韩还有点战力哦，其他的没有，好吧？其他没有，不用想，除中国之外就南韩，其他没有战力了。哎，你说北韩呢？北韩人家有核弹了，跟你玩这个游戏，他也不侵略，北韩也不搞侵略，他也没差，他根本就没差，对不对？他只要没事就可以了，好吗？说状况是不一样的。说中俄日菲会不会发生战争？日本也不敢打，日本你当日本这些人是傻的吗？日本为什么把高知早苗弄下来？因为你俄罗斯不爽，你就完蛋了。对，日本可能不怕中国，他怕俄罗斯。为什么？因为中国不一定打你，俄罗斯难讲。他俄罗斯难讲，他已经陷入战争了，他不在乎多一个。而且日本你经得起乌克兰这样炸吗？不可能。日本的国土就那一点小卡拉咪，比台湾大是没错，但是它就是一点小卡拉咪。你几个城市间日本山又多，你俄罗斯怎么打？怎么打你日本都完蛋，怎么打日本都完蛋，你根本就不用中国出手，俄罗斯出手，你日本就完了，就毁了，没有了，好吧？乌克兰为什么可以撑到现在？人家地大，而且平原多，然后那些这些村庄聚落散很远，对不对？你慢慢推进没有差。日本他妈一点点小卡拉咪，是不是？人家打几个导弹，你东京只要不要说了，他射100颗导弹，10颗进东京，你就看结果是什么？10颗进东京就可以了。然后你日本回进100发，100发都打到俄罗斯本土上面，打到那个什么莫斯科附近，你看谁死得惨？你打100颗，莫斯科可能半毁，他打10颗，你日本全完了，好吧？这个差别差很大啊，各位去理解这个意思好吗？所以说你整个世界上就因为这个所谓的这些天米山横空出世啊，就已经导致了全世界你整个知识的一个大变化。而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去谈。谈什么呢？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东西是一定要谈的。今天时间虽然不够有点超过，各位可能要稍微体谅一下老师。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啊，它什么大的问题呢？是不是油价到96块，所以它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呢？不是只有这个问题哈，其实这个问题是最小的。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啊，石油这个东西啊，在这个霍尔木兹开打之后啊，很多人去预测啊，你这个石油它会甚至涨到150以上，甚至到160以上啊，甚至到200都有这个可能。但是为什么到现在又完全封闭了啊？那个伊朗就完全封闭霍尔木兹海峡，而且谁试图经过，他把它打掉，这个是事实吧？但是为什么油价只到96？96什么状况呢？96是乌俄之战开打了之后就超过96了，我也赚了一大笔钱，赚了这个1万多块台币，对不对？你赚了一笔钱，那为什么现在没有呢？是不是？你如果这打起来涨那么高，现在怎么打？都在油价都在一个地方。各位你要知道一个原因，是因为全世界都认为油价会涨，那是因为中国它是一个世界上最大进口油的国家之一中国所需要石油是非常非常多的，是海量的石油。所以说，你霍尔木兹海峡又是供应亚洲最重要的关口之一，有30%是在它身上。所以说，日本苦哈哈，台湾也出事，南韩也觉得真的这个状况很严重。为什么中国没事？中国不但没事，各位你要去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中国在这个2026年在1、2月在开打之前在1、2月的时候它进口油是比他们同期增加的15.8%。3月份刚开打也进口了5000万吨的石油高位，但是当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也叫4到6月开始封锁之后，它之前进口量达到5000万吨，但是一旦封锁之后，中国反而它进口石油的数量是降低的，降到什么呢？它在4月的时候进口降低到只剩下3847万桶。你封锁它反而进口低，是没有油进口吗？不是，它不抢油了，我就降低我的需求。然后到5月呢，5月也就前2个月，对不对？它整个5月再跌29%，你只有3308桶，这3308万吨的，不是桶，对不起，我口误。只有3308万吨。到了6月，
到了6月剩多少呢？中国进口石油从原来的1、2月，然后3月的5000万吨的高位，到了6月份，它只剩下2927万吨。7月还没过完，我们不知道。说中国它是不断的去减低进口石油，所以说当买的人变少了，大家不用抢都有了，日本抢也没有办法，对不对？中国本身是没有说不需要，它就不进口这么多石油了。所以说，当需求买方疲弱了，那么是不是你的价格也上不来？因为中国这么多人用石油都不买了，那你其他人你去买你也买得到，但是就贵，那影响是谁？影响当然是其他人。而中国那个时候，它真的不需要用到油吗？也需要，它还是跟俄罗斯继续买低价石油，也跟伊朗继续去买石油，对不对？它还是有油，只是没有需求这么大了，就变成一个断崖式的一个减低了。所以说，当需求端变少了，那么价格自然起不来。所以说，即使川普他现在又要去测试，说我封锁再开放，我是不是可以把油价再炒高一点，然后最后再做空回来？但是有效果，但是速度没有他想的这么高，就是因为中国它不要那么多石油，就没有那么多石油就没有办法用。那为什么中国不需要那么多石油呢？很简单，因为它的储备油库装不下了。因为中国的储备油库是够大的，大到是说他们自己用1年可能都还够用。他们就是存这么多，然后油是够的。而且当他们国内石油的需求没有这么高的时候，甚至他们自己的炼油厂都开始停工。比如说中国的炼油厂，它开工率已经降低到63%，对不对？因为我现在的买油成本这么高，我进口油回来炼，那么我成本就这么高，等于说呢，中国的本地石油没那么贵，但是呢，我就是因为我要花这么多的油，所以是说我去炼，那我就一定是亏本。那既然亏本，那我就少炼一点，我就慢慢进慢慢炼，那可不可以？可以。反正中央去兜底嘛，因为这些东西是中央的国企去做的啊，那个不是民营的，好吧？中国这些重要的一些原物料进口都是国营企业，所以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说它整个都不断下降。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中国的汽车要用车油没有错，油车很多，对不对？像老师这次去看到很多油车，很多朋友他们开的是油车，但是问题是新能源车也是当新其道，他们每10辆新车6辆卖出去的就是新能源车，就是电车。所以说，它加油的需求没有这么高，而且就像中国它的政策影响，原来很保值的油车现在也不保值了，也是断崖式的下降。就油车说没什么价格，也卖不掉，现在都是新能源车啊。因为毕竟他们自己的宁德时代的电池就是这么好，就是可以把之前的所有差异都把它抵消了。你说它会不会自燃？他们现在7月1号所出来的这些电池新规是什么？就是你撞烂了你车子烂掉了，你电池也不能燃烧。你懂我意思吗？他们现在车子的新规是出来是，你新出厂检验就很简单，车子烂可以烂，车子可以撞烂，你钣金可以不好，你可以车子不耐开，电机可以坏，但是你电池不能烧，就这么简单，穿透也不能烧。他们现在要求是这样，说电池的稳定度就开始提高了，那么它的价格也降低了。那对于油车来讲，它的相对的保养成本也是有差别了。还有就是什么，你加油的成本也会有差。所以中国它本身的新能源车为多数的状况之下，它加油的需求没有这么大，民生影响程度也低所以说它的油就没有那么需要。而它很多的一些工厂也都电子化，他们最主要一样还需要油什么做发电。但是中国的发电就刚才讲到了，他们连电多到他们用不完，就可以把它转换成磁源去卖给国际，而且还不用付关税。那你是不是说它电就是有的？因为他们自己有电，加上他们也有煤矿也可以去发电。发电以外，他们现在还是需要进口。为什么？因为原油、重油里面还有石脑油，还有这些沥青等等相关的需要他们副产物啊，所以他们需要这些油啊，也是需要持续进口，但是进口量没有需要这么高。别人进口油是大量都要进给民间使用啊，工业啊、发电啊，或是民间出行啊，都需要用到。但中国没有这么需求，所以它没有这么需求状况之下，所以说它甚至还可以把它多余的油用市价去卖给你哦，他们还可以做进到石油的出口。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你霍尔木兹海峡你封锁之后，你比如说其他国家可能是特别需要，就是日本、韩国、台湾。还有菲律宾，他们特别需要石油的会慌，但是中国不慌，
因为它的油在他自己手上是多到满出来，而且消耗速度还没有这么快，那就是很大的一个差异化。各位懂老师意思吗？所以说，当中国这个国家，它能源它是可以半自主的状况之下，所谓半自主是，我即使1年不进口，我的国家还有石油可以用，因为它储备是够的，再加上它有它自己的盟友，尤其是伊朗，尤其是他们那些斯坦国，还有俄罗斯，也愿意卖油给他，而且是优惠的价格卖给他，那是不是它能源价格是稳定的？当它能源价格稳定的时候，就可以确定它的电价是稳定的。它电价是稳定的，百姓的物价上涨就没有这么有力道，会涨，还是会涨，涨得慢。你要看整个世界它的这个通膨涨幅，为什么中国涨幅就不高？因为它的 GDP 是有掉下来，现在5.5，但是问题是人家的物价不涨高，有啦，真的是不多了，有涨一点啦。我说真的，我有感觉涨一点，但是没有涨这么多啊，对不对？说百姓你还是可以买到很便宜的农产品，对不对？你还是可以买到很便宜的东西。很多人还是说啊，中国现在水灾，那你农产品是不是会涨价？也不会，为什么？因为中储粮的粮食多到妈吓死人，全国他们还是可以吃1年，粮食吃不完，他们需要进口的就是大豆，好吧？这个是下周再讲的事情。所以，我们这周要讲的是为什么霍尔木兹海峡对亚洲来讲，而且对中国影响，为什么几乎都没有听到，都是像台湾、日本、韩国这些国家跳脚，那是因为你储备油的状况不一样，你的战略思维是不一样。说中国不买，国际的油价失去了最大的接盘侠。布兰特原油之前要炒作说它上200，为什么？因为觉得中国一定需要用了油。因为中国没有油，怎么维持你的工业呢？那你要做工业，你要进口油，你成本上升，那么你成本上升，你是不是要涨价？你一涨价，你是不是跟我们的通膨是会开始接轨？那是不是大家都可以一起没钱？但是反过来看，中国反而是减少进口量，那么市场对于这个预期瞬间的崩塌，当然油价就会掉下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各位，你一定要搞清楚这件事情。为什么中国未来一定是划时代的大唐盛世在线？我们不能跟他讲汉唐在线，应该说唐朝在线。原因是什么？因为它是经济中心、科技中心。汉朝是什么？拳头最大，对不对？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汉朝最大的就是打仗，但是呢，唐朝不一样，它的科技也是很强。比如说我们推背图，那也是唐朝出来的，不是汉朝出来的。汉朝是会打架，是不是？汉武帝把汉文帝、汉景帝都累积下来家里他妈打光光了，后面搞个巫蛊之祸，说强汉朝是很强，武力服人，以力服人。那唐朝是什么？唐朝是以德服人，对你听话我就跟你做生意，你不听话打你嘛。比如说唐三藏，对不对？去14年回来2年，因为2年他回头之后发现他妈女儿国什么都被征服了，靠腰。他出了印度妈直接回大唐了，因为那些斯坦国都已经变唐朝的了，对不对？出了印度直接回唐朝，对，都不一样，对不对？那个时代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要各位去注意，中国的油价那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去观察的地方。它不涨，世界都涨不起来，比如说他自己的百姓的市面上的价格就涨不起来，它的价格涨不起来，中国的竞争力会越来越强大。因为你美国96块，你只要反映到民生上面，你要反映到你发电成本上面。日本汇率完蛋了，因为他买油就这么贵，是不是？欧洲现在本来要讲来不及讲的，是不是？就是川普先定的这个12%的国际新关税。对，欧洲也跟你讲，你强迫劳动，那欧洲就说你不可以这样讲欧洲，欧洲人已经够懒了，够懒就是我讲的啦。他们说你不能这样讲欧洲，欧洲没有强迫劳动的问题。我讲的是妈，欧洲人已经够懒了，对不对？懒到他妈你宁愿当扒手当做职业，你也不要去上班，是不是？因为你没班上，对不对？所以说你这欧洲人说欧洲人强迫劳动，不是开玩笑嘛？是不是？但是他们被加这关税之后，他们又得去增加一副通膨。中国为什么没有？我少买一点 LV， 我少买一点这些东西，不就没事了吗？我少买一点进口货，我裤带勒着就好了。各位要知道这件事情，中国现在最强大的一群人，那是80后、90后这2个世代人，在中国那是吃得起苦的人。00后可能没办法，但是80、90后，他们可是真的是很多人，他们成长的过程那是烧柴的，你懂我意思吗？台湾只有5年级、6年级的，民国50年、60年、40、50年的人，你可能还烧柴。中国到80、90后还是有人烧柴的，乡村就是这个样子的，还在割猪草之类过生活的，对不对？他们吃得起苦啊。现在这个状况，只要不恶化，只要没有通膨太大，这些人都顶得住。经济可以不好，经济没有什么提振，百姓饿不死，因为粮价没有起来，粮价不起来，你让百姓有的吃，大家也不作乱，这就是他的最大动机，好吗？
好，那我们看各位有什么问题啊？中国太讲武德，中国没有必要扩张，扩张就是消耗国力啊。马鞍山有一个三国朱栏墓啊，这在朱栏嘛，知道？哦，朱栏那个里我深情关羽，糟糕，好吗？哦，来，汉武帝用盐铁官员搞钱，所以这也是嘛，国家有的嘛，商鞅盐铁制，说连汉朝都知道用盐铁官卖，对不对？但是美国有没有什么是官卖的？没有，因为他们的政治哲学是小政府，小政府那是资本家要炒作出来的概念。因为资本家就是希望你不要管我，对不对？法律至少由我制定，对不对？所以说，这个英国他们的大航海时代，那是由那些贵族去制定，贵族拿了钱去制定他们的法律，说他们的法律是由资本家决定的。这些东西传到澳洲，传到欧洲，然后再传回到了美国，资本家治国。当你资本家治国的时候，那么你的剩余价值一定会被大量的剥削，所有的一些贫富差距一定会快速拉大。这个中国就有过了。中国的元朝、汉朝、元朝、宋朝到元朝都有资本家的问题。你别以为中国是封建时代，好像只会耕田，没有。唐朝有重度的资本家的问题，那是皇朝满城尽带黄金甲，对不对？把所有的唐朝那一代的所有金都把它杀尽了，那个才有消除了门阀，后面还乱了一阵子，就懂老师意思吗？资本问题一开始就有。曹操本身就是夏侯家，本身就是权贵，对不对？从唐朝、汉朝，然后这样汉唐、汉唐之后，你后面还有这些东汉、西汉，然后三国、五代十国、宋，这为大一场宋元朝、宋朝啊，资本家也很严重，因为他们发明了支票。元朝呢，他不用讲，那个元朝就是很重商业的运行，对不对？到了明朝。郑和下西洋啊，做一半，可惜了，后面没有国力，被那个土木堡的王八蛋，就是败坏了明朝的家底。不然明朝它还是可以很强的，懂我意思吗？说资本的问题一直都有，但是国家有没有办法垄断资本，真的是朝这个办法。国家没有实力去控制资本的时候，就会像现在的韩国，你要么炒股可以翻身，要么你就只能不翻身，不然就绝后。你只要让自己绝后，你日子很好过。对不对？你绝后日子很好过，不用养老婆，不用养小孩，我养我自己，那我钱不需要这么多啊。那你经济就怎么样？换一边个人消费，我还可以有存款，我还可以住家，还可以自己通勤过生活，我不用担心学区的问题，我不用担心保险的问题，我什么都不用担心啊。反正小病我自己好，大病不用治，对不对？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威胁？说资本不被控制的时候，百姓丧失了生存的欲望，这个东西就路有冻死骨的事情就会发生。资本的力量。历朝历代都有，你不要想资本只不会在中国没有出现，中国历朝历代吃尽了资本家的苦，因为中国很会做生意，因为温州商人什么上都是很会做生意的，难道只有犹太人会做生意吗？难道只有英国会做生意吗？中国人做生意已经几千年了，好吧？欧洲没有能源优势，开始私下学，那本来没办法的事情，好吗？中国人卷，德国都开始卷，德国他老本已经吃完了。德国它的优势是在于它买俄罗斯的能源，所以它可以弃用它自己的核电，对不对？它把自废武功了，挥刀自宫，欲练神功，对不对？结果自宫之后才发现不用自宫也能成功，可是他妈已经自宫了怎么办？你就只能跟美国去买 LNG 啊，跟法国买核电啊，你不是爱环保吗？那你别人发的核电呢？核电也环保啊，对，它不产生污染，是不是？那你俄罗斯又不卖你，那么德国不是完蛋吗？是不是？你把那个北溪号炸断，你根本就是绝德国的后嘛，那跑不掉了。不，德国不卷，他们已经没办法，老祖宗的成本已经吃完了，他的工业已经没有发展的动力了，因为能源被掐断了。德国的工艺如果没有这样子掐断它的能源，它一样可以继续发展，它的经济一样可以维持 GDP 1%的成长。不要小看发达国家的1%，发达国家的1%那是很恐怖，它的动能是有的，只是现在把它掐灭，它没有动能了，它能不卷吗？不卷就完蛋，卷了也不会好过，因为能源你没有。台湾下半年的经济态势如何？台湾下半年经济态势很糟糕啊，很糟糕，那个不好啊。台湾下半年经济态势不好，因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没有解决，台湾的能源问题也没有解决啊。而且下半年我们又要选举，所以说基本上啊，能干事的概率不高了，应该是概率不高了，好吗？哦，这能干事不高。说台湾下半年经济，你还是维持一句话，就是好好的让自己的负债消除，能不要扩张就不要扩张，保留你的现金，然后尽量累积你的那些食材干货，因为它一定会涨价，一定会涨价的，不用去想这个问题，涨价呢是一定的。
你原来金额没涨，但是它卖出来的东西变少。比如老师买泡面，以前一袋是5包装，现在一袋3包装，之前还4包，现在3包，一样的价格，请问一下它有没有涨价？对不对？它是缩减式通膨，你以为没有，它是有的，对不对？以前买那个什么，买那些那个洋芋片，对不对？一桶都是，现在呢，一桶里面还有包装，然后分3格，对不对？它就减量10%了。我告诉你，它就可以减量10%，你没感觉而已。但是商家不是笨蛋，他自己知道涨价会没生意，他为什么不用老师之前跟各位讲过的缩减式通膨呢？对不对？当你不注意的时候，你以为没变，变得可多了。但是你看老师的节目，你就有这个智慧去判断台湾现在的状况，因为我们什么都没有。韩国它的股灾在台湾一定会重现，为什么？因为我们高科技那几家公司的在台湾的加权指数里面占的比重太高了。我今天就问你一句话：当如果中国它已经可以发展出来光刻机的那一天，或者它可以完全取代这个所谓的CUDA那些光传输的这些限制的时候，那么台积电是完全没有利基的。我现在告诉你，叫做完全没有利基，不要觉得不可能，好像得差个3-5年，然后唱衰台湾，不是，我们要看现实，因为人家有淘定率，人家只缺的是良率的问题跟量产的问题。如果他们自己做出了类似光刻机这样的设备的时候，那台湾整个产业那一定是崩跌。你三星、海力士就让三星它的记忆体，因为中国不买账，苹果买账，苹果全系列涨价，中国不买账，三星就得跌，所以他们股灾是这样来的。对不对？那这些东西中国国产能够全部 cover 吗？不能，但是至少它能够自己做。但是它如果找到良率的制造方法，它有 AI，你知道吗？它 AI 这么强，它这些问题交给 AI 去多方交叉的去验证、实验、处理，然后再配上他们无穷无尽的高等大学生的人才，请问一下，你怎么跟他玩？你他妈玩不过，玩不过的。我跟你讲，玩不过的必定完蛋的事情，好吧？不好意思，跟各位多借15分钟的时间了。我们今天其实准备的还没讲完，但是呢，我们超过这个位时间了，不好意思。那我们现在跟各位预告明天我们开始报那个所谓的我们1年1度的消灾忏罪回向法会，还有我们的普渡啊。你今天愿意普渡的，老师帮你去做，好吗？有些人不方便嘛，那老师帮你去做，给十方众生一点回向啊。这个法音广布。那第二个就是什么呢？第二个我突然忘记了，反正就第一个这个事情很重要了，好不好？想起来了。下周或是下下周开始我们要开始更新2027年的生肖运势解析，还有我们的流年总论解析，好吧？这个各位催很久了，下礼拜的8月，8月到了，我们就应该开始进行了，好吗？2027我们来了，赤马红颜的红羊年，下周或是下下周开始，我们给各位开始公布了。感谢各位今天收看，我是陈老师，我们下周见，拜拜。拜拜，干毛美过来，就帮人家打广告。推背图再说吧，推背图不是紧要的嘛，好不好？好了，拜拜，大家晚安了。